好，我是林中影树，嗨，我今天是你们的伴游小姐，没错。大家应该知道我刚从日本回来嘛，那我这次在日本待了1个多月有，我原本预计是要待2个多月的，但是因为我的电脑就坏掉了，所以我只能临时的回来，否则我没办法工作。在那边买新电脑的话，像 Mac 也是要等1个礼拜嘛，所以我就回台湾咯。那今天我要跟你们聊的呢，就是在日本旅游，或是我在那边生活的时候，觉得很有趣的生活习惯。那我们就先从坏的说起好了。首先呢，我对声音非常敏感，所以每次我去吃拉面啊、荞麦面的时候，其实真的蛮不能接受，就是在我隔壁的人，他们吃面的声音都非常大声，就是这种吸面声音。虽然我知道那是他们表达好吃的方式，但是就会忍不住的觉得哇，好没礼貌哦。我想这是国际的礼仪吧，国际的礼仪应该是吃饭不要发出那么大声音，打扰到别人才对。但是当然我知道各国文化不一样，尊重，我不喜欢。OK， 那第二点就是日语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发明的外来语，比如说 Starbucks， 他们就会说スタバ，然后application， 他们就会说アプリ。这个有时候我在沟通的时候就想说阿普里是什么？如果说 app 我还知道 ，application 我也知道，但是阿普里后来我才知道哦，原来是要下载他们的 app。最喜欢他们缩写的一个日文是 konbini， 就是便利商店 convenience store。konbini 听起来就很可爱。好，就是有一些日语我真的外来语我没办法猜到的部分，没有那么喜欢，因为太难猜。再来呢，我回来台湾前呢，坐电车到羽田机场，是上班时间，很多人就看到一个很年轻的妈妈抱着婴儿这样子站着在博爱座前面。那博爱座上面呢有6个座位，只有一个老妇人感觉是符合资格坐在上面的，其他都是年轻人，然后大家也都没有要让座的意思，就只有那个老婆婆一直看着那个带小孩的妈妈。然后直到有人下车了，那个老婆婆就立刻问他说：“啊，你需要坐吗？这边有位置。”带小孩的妈妈还说：“啊，没关系，我快要到了，谢谢你的关心。”这样子，我心里就想说，日本人明明就是很懂礼貌，而且很重视礼节的国家，可是对于不会让座这一点，真的让我觉得匪夷所思，也很难接受。他们真的不会让座。再来呢，就是去餐厅吃饭的时候，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去餐厅，他们一定会给你热毛巾，这个我可以接受，就是擦擦手什么的卫生码。但是呢，一定会给你冰水，冰水就是很冰的冰水。他们好像觉得这样子比较有诚意。如果就只是常温水或者温水的话，可能觉得没有那么 fresh 的感觉。那像我喉咙不舒服，或者是觉得真的很冷的时候，如果特别要温水或热水，他们有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为难，这是我不习惯的地方之一。还有呢，我每次去餐厅吃饭的时候，我很喜欢吃蛋，可是在日本，如果你点蛋的话，你很长90%的几率是生鸡蛋。不愧是全世界最爱吃生鸡蛋的国家之一，真的都是生鸡蛋。生蛋黄我可以接受，但生蛋白真的太恶了。听说他们最顶级的鸡蛋1颗还要价1000块日元呢。好，再来有一个我觉得大家一定会非常喜欢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喜欢的东西，就是免治马桶。你没有听错，就是免治马桶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呢，我有一次就是眼睁睁的看到那个免治马桶，你要清洗的时候，它不是会有一个喷头出来吗？还好我有转过头去，就是想要知道它干不干净。那个喷头上面就是沾着屎，没听错，就是屎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没有看那个喷头的话，你就使用那个喷头清洁你的屁屁啊、私密处，上面沾的可是别人的屎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怎么清理的。上次清理跟下一次清理中间，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沾过多少东西我没有办法接受，这真的是我很不喜欢的东西。除非是我自己家里的免治马桶，否则我应该是没有办法安心使用它。好的，讲完了我比较没那么喜欢的东西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讲
我很喜欢他们的习惯跟文化咯。首先，我是一个很守规矩的人，我应该是吧？我应该是。我每次去便利商店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有一个排队的位置，排队的第一个人到那个柜台中间，你要站在哪里？如果我看到蛮多游客，就是前面的客户走掉，或是还没走，已经快结账完，你就冲过去把你东西摆在那边的话，通常店员对你的脸色就没有那么好。因为这样子有点不礼貌。上一个客人还没完全离开那个柜台，腾出一个位置，你是不可以随便过去的，也是对上一个客人的尊重。还有一些隐私问题啊，就是万一他买一些东西并不想让你看到呢，比较多方面是因为尊重啊。所以在他没有说下一位客人请上前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自作多情的挤过去 ，OK？ 这个是我喜欢的习惯，因为我是一个守规矩的人。好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你很少会看到日本人在公共场合打视讯电话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？只要在电车上、公众场合把电话拿起来讲，如果你可以听出来说不是业务性的电话的话，他们通常都会去比较能够讲话的地方讲话，尤其是视讯电话。如果我在电车上看到有人开视讯电话，在餐厅有人开视讯电话，在路上有人开视讯电话，通常都是外国人，很少会是日本当地人。这也是因为他们比较不喜欢打扰到别人，我猜他们可能会觉得你讲视讯电话一定会特别大声的，因为你要这样看，然后麦克风在这里很远，也会打扰到别人。像如果我朋友要打视讯电话或家人打来的话，我一定会督促他去一个比较不会打扰人的小角落，因为我知道所有的人都会盯着他看。这也是我蛮喜欢他们的地方，因为我的确觉得打视讯电话很干扰别人。我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喜欢打视讯电话的人，虽然我的爱人朋友打来我还是会接，但是我觉得在公众场合接视讯电话就是很不舒服。接的人跟旁边的人都很不舒服。OK， 再来就是日本女生不会素颜出门，这是真的。如果你在日本看到有人素颜，但他绝对不是日本人。我说女生啦，日本女生的妆一定都是很完整，什么饰品啊、头发啊，然后穿搭都会是很整齐、很细节的样子。很少看到有人就是穿一整套运动衣，除非他运动，就是那种帽 T 啊，然后运动裤啊、球鞋出门，女生真的很少。现在穿球鞋的女生比较多。我记得我以前去日本的时候，日本女生根本不穿球鞋。但这一点我蛮喜欢的，我很喜欢看到别人打扮很精致。大家喜欢看女生漂亮的样子，我也喜欢看女生漂亮的样子哦。他们不会素颜出门，其实是我相当喜欢的一点。当我在日本生活的时候，因为看到别人这样做，所以我自己也会更注重自己的穿着啊、打扮啊。像我每天就会化好妆啊，然后把自己打理好啊，挑选今天想要穿的衣服，不像之前那么随意，就会稍微想说怎么搭会比较好，配饰品啊，然后颜色搭配啊，把自己弄得完整再出门。当然我自己也会很开心，目的好像不完全是给别人看，而比较是在这个每个女生都很好看的地方，我希望我也很好看的那种感觉，是好的压力。我很喜欢那样的自己，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点。当然他们妆都那么完整，补妆的需求也很高。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们女生的化妆室里面一定会有让你补妆的区域，有时候是一个一个一个的让你摆化妆包啊，然后好好的补妆啊，灯啊什么都很充足，这点我觉得超赞，我很喜欢。还有呢，日本的女生几乎你看不到他们的男友或是老公帮他们提包包，这一点我也觉得算是喜欢吧。我很不喜欢男生提女生的包包，并不是觉得他们不够贴心还是什么，而是我觉得他们提起来就是很丑。对不起，我觉得对帮我提包包，除非那个东西很重，我会觉得很贴心。但是我觉得男生背女生的包包就是有一点纯粹就是外貌考量，我觉得不大而已。但如果我买了一个东西很重，还是会希望男生帮我提咯。好的，我甚至看到很多爸爸如果抱着婴儿的话，或者是有时候爸爸如果提东西的话，婴儿车啊，或是婴儿在婴儿车里面，
上下楼都是妈妈在做，这一点我觉得蛮神奇。再来就是搭公车的时候，有一点我也蛮喜欢的是，大部分的人呢都是会等公车停好之后才起身，然后下车，这好像是一个礼貌。如果你在公车还没停好的时候就起身，有时候公车司机会停下来希望你坐下。你上车的时候也是哦，在你没有坐好的时候，公车司机也不会发动。我有一次是储值卡忘了储值钱，然后一直刷不过，他也是让我站在那边等我刷过，看我坐好，公车才发动。这点要特别的注意哦。然后有一个也是跟搭车很有关系的，就是日本的计程车。我很常搭计程车的，大家知道我是 Uber 的爱好者。千万不要自己用手去开车门，他们的车门是自动的，司机会有一个手拉阀，然后车门会打开。关车门的时候也是由他们关，所以你千万不要自己开关。有时候你自己开关，他们会有一点生气哦。但有一些新型的车，就是 Uber 有时候会有比较私家车这样出现，它可能就没有那个自动的拉阀，但是通常司机也会下来帮你开门，这点我倒是蛮喜欢的，只有时候需要习惯一阵子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东西咯，你们猜得到什么？我最喜欢日本的自动贩卖机了。有时候就是你逛到一个人烟比较稀少的地方，或者你比较晚回家的时候，永远都有各式各样的贩卖机等着你。但像公园旁边啊，或是巷子口，永远都有自动贩卖机，里面不只是只有卖饮料，还会有汤，有玉米浓汤，像还有咸汤，就是蛤蜊汤，还有一堆有的没的，就是让人觉得很棒。因为有时候只是想无聊，想去外面走走，但如果便利商店比较远，或是你真的就是在一个附近没有那么多便利的东西的时候，自动贩卖机总是不会让你失望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点。好哟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喜欢跟不喜欢日本的哪些文化跟生活习惯呢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哦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日本的垃圾桶这么少吗？通常就是在车站里面才会有，就有点像捷运站这样，路边的垃圾桶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了。知道为什么吗？是因为呢，之前有东京地下铁沙林毒气事件哦，他们就大规模的把公共的垃圾桶撤掉，避免呢垃圾桶变成藏匿生化武器啊，或者是炸弹的地点。我觉得听起来这个理由有一点悲伤，但是还是可以理解。所以呢，下次你手上有垃圾的时候，记得看到垃圾桶或在车站，尽量把它丢掉咯，否则如果你不是在观光景点，是很难找到垃圾桶的。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，下个礼拜一再见咯，拜拜。